之前看到过一个热搜，说近年来新生儿的名字出现了不少爆款，比如像子轩、子涵、奕晨之类的，许多90后的父母都喜欢给孩子们取，活脱脱的就像是言情小说里面的人物啊。那各位还记得在上学的时候遇到过哪些同学的名字重名最多的呢？可以在弹幕里面交流一下。那我先来，从小学到大学，我遇到过好几个叫做丹尼的，也遇到过好几个叫做嘉诚的，不知道各位的经历如何？正所谓天下父母心，从起名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家长对于孩子都寄予了美好的希望，所以不免会重名。然而有人却做过一个相反的研究，他们没有拿成功人士下手，而是专门研究了连环杀手的名字。听到这儿，各位是不是菊花一紧？只听过成功人士喜欢用啥啥名字或者啥啥姓，怎么还会有坏人集体喜欢用一个名字的呢？像这类的名字真的有这么神吗？一旦给一个人刻上了，就注定是连环杀手。那今天咱们就来探讨一下，一个人的名字真的会对一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吗？老粉们肯定对杀人小丑不陌生吧？之前我讲过一期视频，他的原名为约翰·维恩·盖西，是个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。各位还记得他穿着小丑服装的样子，还经常参加各种慈善活动和聚会，还喜欢逗孩子们玩。如果不知道他的恐怖罪行，我还会觉得约翰这个人看上去憨憨的，完全没有架子。谁能想到这个喜笑颜开的小丑在家里谋杀了30多名受害者，尸体还被埋在了地下室。约翰还会定期倒进生石灰来进行分解。更可怕的是，后来家里都不够他处理尸体的了，于是还把另外4名受害者扔到河里，他自己都不知道引诱过多少受害者回家，更不要说具体的埋尸地点。没想到真实存在于现实的杀手小丑，比起任何漫画电影中的形象都更加让人触目惊心。然而在美国历史上还有一位最致命的连环杀手，名叫埃尔默·维恩·亨利。想必大家都发现了，这2位连环杀手的中间名都有 YN 维恩这个词，这是巧合吗？然而这第2位维恩杀手却丝毫不示弱，他意外认识了地下组织的一名成员，该组织常年招募年轻的男性，只要埃尔默能带一个男性过去，就能赚200美元，高风险就有高收入。于是埃尔默动心了，他设法利用大麻引诱年轻人跟自己回家，然后将其绑架卖给组织。然而事态越来越严重，被绑架的男性都会被侵犯、折磨致死，最后被毁尸灭迹。但即使知道了真相，埃尔默也并没有停止。最后他协助绑架并谋杀了至少28名受害者，制造了大名鼎鼎的休斯顿大屠杀。怎么叫维恩的杀手一个比一个凶残，真的是够狠的。也难怪这一恶名曾经在犯罪圈中广为流传，成为了魔咒。然而不查不知道，原来中间名叫维恩的罪犯还真不在少数。据说截止到2008年，杀人犯名字里包含维恩的就多达223人。天哪，这数字也未免太惊人了。这到底是纯属巧合，还是真的有什么说法呢？然而这一理论并不是空穴来风。曾经在德克萨斯州有一位名叫斯图尔特的女性，她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爱好，那就是捡报纸。斯图尔特最喜欢把那些报道犯罪故事的文章剪下来收藏。有一次她发现好几个凶手的中间名都是维恩，于是开始留心摆放在了一起。从2006年的2月到2006年的9月，斯图尔特整理出来的犯罪名单，结果让人大吃一惊。这些人名也仅仅是当年2月到9月份之间出现的。20名维恩因各种罪行遭到了指控，很多后来都被无罪释放了或成为了悬案。不得不说，斯图尔特的爱好太考验耐心了，再加上他直觉敏锐，不然无论再看多少报纸也意识不到这个问题。除此之外，在查克·谢泼德的网站怪人新闻上面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。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，查克就注意到一些令人发指的凶手竟然中间名都有维恩，这不应该啊！维恩也不是什么烂大街的名字，所以自然引起了查克的兴趣。1996年，查克开始整理有关于维恩的名单，他的读者也开始参与其中。据说截止到2008年，已经记录了233名被定罪的杀人犯维恩。当然，查克还写了一份免责声明，名单上大多数都是新闻上被指控犯有谋杀罪的人，难免会有一小部分人后来被撤销指控、无罪释放的情况。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只是从上过新闻的罪犯中筛选出来的结果，就已经有200多人了。如果要包括那些没有上过新闻的维恩，人数岂不是更加令人震惊了吗？如果一个人的名字真的能够预测未来的犯罪行为，这绝对是个热门话题。我们现在假设该理论成立，
那么你觉得罪犯的姓名是比较常见的呢，还是个性一些的名字多呢？可以在弹幕里面回答一下。不过这些都是猜测罢了，我们还是来看看各大网站的数据吧，能不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。我们看到的这个表格是对中间名进行的一项研究，在接受调查的1348人当中，只有11个人中间名是韦恩。那么11除以1348，韦恩占比仅为0.82%。当然了，这不是什么全面的人口普查，并不权威，但是还是有这么一点参考价值的。在维基百科上面还有一个美国连环杀手的名单，洋洋洒洒的把我的眼睛都看花了。由于韦恩是个男性名字，所以我们首先排除掉女性杀手的名单。在接下来的这些男性罪犯当中，大多数都活跃在上个世纪，而且大多都是白人，只有小部分黑人和拉丁裔。我整理了一下，最常见的13个中间名是这些，而在这13个中间名字当中，有11个是上世纪美国男性流行的名字。有趣的是，其中李和韦恩这2个中间名本来在男性人口当中占比都比较低，却榜上有名。难怪韦恩这个名字会让人觉得和犯罪分子脱不了干系，原来都是看数据说话。另外我查了一下，李这个中间名是在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南部流行起来的，人们尊敬南方邦联将军罗伯特李，所以许多南方父母给孩子们取名李这个名字，向他致敬。直到进入20世纪之后，这个名字才慢慢没那么流行了。而上述列出的许多杀手都恰好出生于或者活跃于上个世纪，所以多多少少还是受到了罗伯特李的影响。但是韦恩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背景可以解释吗？还真就没有。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组数据，刚才查克的名单上面有223名被定罪的韦恩，据说其中30人都已经去世，那剩下的还有193个韦恩被定罪了。根据数据，从1996年到2016年之间，大约有47380名凶手被定罪。那么193除以47380，我们可以得到结论，0.41%被定罪的凶手中间名都是韦恩。不过我也要在这里说个免责声明，这些数据并不权威，咱们只是大致了解一下，当娱乐就好，各位不要骂我。毕竟如果你去搜索韦恩这个名字的历史成功人士，一定不比杀人犯少，所以这并不能代表这个名字本身有什么问题，我只能说这些骇人听闻的人刚巧用了同一个名字而已。那其实关于名字，我们再来说说娱乐圈吧。许多明星都是改过名的，一是为了好听好记，二是为了改运，保佑自己能够大红大紫。成龙本名叫做房世龙，后来改名为陈港生，但一直不温不火，所以最后才改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成龙。而冯德伦本名叫做冯敬才，虽说寓意很好，但听起来就有点不帅了。各位还知道有哪些明星可以在弹幕里面接龙？那么小伙伴们，你们的名字父母是怎么起的呢？又富含了什么寓意？可以在弹幕里面交流一下。据我所知，有些50、60、70后的父母都喜欢在取名的时候找人算算，虽然这不能全部相信，但是为了祝福孩子，求个好的寓意也无伤大雅。所以关于韦恩的魔咒，我还是愿意相信这只是个偶然情况罢了。像我们的父母辈，是不是还有许多叫做建国、栋国之类的名字？打个比方，如果就是我们父母辈中出现了不少名人，那么叫建国的一定就格外多了，这就是个很简单的幸存者偏差而已。所以名字叫这叫那都是小事，代表不了什么。但是对于连环杀手来说，最重要的还是童年经历、人格品性这些方面，一旦走了弯路，改100次名字都是百搭，不是吗？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小伙伴们有没有改过名字，又或者是什么原因去改的名字，可以在评论区交流一下。那如果你们觉得视频做的还可以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那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